这是一部侦探迷必看的神级推理片，看过它的人都是这么评价的，神作经典，一定要看。田村大叔超级有范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古田任三郎第3季第5集，作家计划杀人事件。安斋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小说家。这天，他偷偷来到妻子香织的房间，从抽屉里拿走了一条披肩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有车子停下的声音。安斋透过窗户一看，原来是妻子和自己的助理买菜回来了。妻子比安斋小了整整20岁，眼看两人举止亲密，宛如情侣，安斋气不打一处来，带着手枪和披肩就出了门。另一边，香织和助理刚放下东西就缠在了一起。安斋顺着山路来到了小树林，眼看四处无人，便拿出披肩和手枪，然后把披肩包在手枪上，朝着树林深处开了一枪。安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随后画面一转，到了晚上，古田和西原受到邀请来到了安斋的别墅做客。原来安斋和古田是小学同学，已经好久没见，便找了一个机会见一面。几人正开心的喝酒聊天，突然旁边窜出来一只大金毛，金毛名叫万五郎，是第1集中跟着中森明菜的那只。明菜被古田带走之后，安斋收养了他。转眼间到了深夜，聚会结束，安斋换好衣服准备到小木屋去通宵创作。古田找到他，随后拿出了那封邀请自己来做客的信件，上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：自己已经50多岁，人生也快要到头了，趁着现在想要和你见一面。这句话感觉像你出了什么重大事故一样，可现在看起来什么问题都没有啊。古田询问安斋，你叫我来这儿的缘由到底是什么呢？安斋接过信件一看，表示这封邀请信不是他所写，他还以为是古田自己找来这里的。安斋表示，昨天香织告诉他，你因为工作来到了这附近，所以打算过来聚一聚，留宿2晚。听完，古田瞬间懵逼了，这封邀请信到底是谁写的呢？交谈结束，两人来到楼下，西原正在唱歌，香织和助理差一点就搂在了一起。几人担心安斋独自走夜路太危险，想让他带着万五郎一起去，可安斋表示自己已经习惯了，而且万五郎的胆子很小，他不喜欢走夜路。说完，安斋离开了这里。回到客厅，两人变得更加放肆起来。古田一脸无奈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么开放吗？这安斋的心可真大呀。随后画面一转，躲在房间外不远处的安斋听着两人的欢声笑语，气得咬牙切齿，差一点就喘不过气来。接下来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即将上演。为了报复年轻妻子，男人设计了一起谋杀案。他用妻子的披肩包着手枪，然后朝空气开了一枪。紧接着他又来到厨房，偷偷拿走炉子里的煤气罐，随后带着大金毛回到深山老林里，将罐子里面的煤气全部放掉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安斋拿出一块布开始训练万五郎，布条只要掉在地上，万五郎就会将它叼走，然后挖一个坑把它埋起来。然而就在安斋准备换另外一块布时，万五郎朝着树林深处大叫了起来。顺着他叫的方向看去，原来是我们的金泉小可爱。他听说古田去参加聚会去了，于是赶忙收拾行李跟了过来，结果走到山里迷了路。与此同时，古田拿着信件找到香织，经过询问，香织也表示这封邀请信不是他写的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这封信件到底是谁写的呢？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随后画面一转，安斋带着金泉回到别墅，妻子香织在做饭时发现没有了煤气，于是打算到镇上去买一罐。紧接着香织和助理就开着车出了门。安斋看他们离开后，带着古田来到2楼，进入香织的卧室，用他的传真机打出了一段文字。2张纸一做对比，确定古田收到的邀请信就是用香织的传真机打出来的。安斋表示，看来这封信件就是出自香织之手。可古田却反驳说，这只能证明信件是从他的传真机里打出来的，不能证明信件就是他所写，因为很有可能是其他人使用了他的机器。说完，两人来到了安斋平时写作的小木屋里。进门后拉开窗帘，安斋提议来一局小时候经常玩的数字游戏。古田提笔写下一个数字，可桌子有些凹凸不平，字被他写得7扭8斜的。随后古田拿了一本书过来垫着写，两人正玩得高兴，突然安斋看着窗外愣住了。古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结果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：香织和助理正在不远处的山上搞事情。对此，安斋表示他们这样已经不是1次2次了，自己早就习以为常。随后画面转过，古田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西原和金泉。西原表示，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，写信的人就是妻子香织，他和助理搞在一起后，觉得老不死的安斋是一个绊脚石，于是两人就萌生了一个可怕的计划，打算将安斋杀死。邀请我们来这里也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。有警察在场，再加上邀请信上的那些话，警方肯定以为这是自杀。说完，古田表示有这种可能性，随后转头询问金泉是怎么知道这里的地址的。金泉大笑着说，没想到吧，我可是一名侦探。金泉边说边从衣服兜里掏出了一张纸，原来他在食堂的垃圾桶里找到了那张被古田丢掉的送信单，送信单上有这里的地址，所以金泉才会一路找来这里。古田看着送信单上的字迹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他已经知道密谋这起杀人案的凶手是谁了。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杀人案。安斋戴着手套将子弹全部上膛，
接着在众人的咖啡杯里下了少量的安眠药，他准备在今晚实施自己的杀人计划。随后画面来到客厅里，几人正在开心地玩着游戏，突然万五郎叼着什么东西跑下了楼，走近一看才知道，原来他嘴里的东西是金泉刚刚换下来丢在地上的内裤。随后安斋将万五郎赶走，游戏继续。转眼间到了深夜，众人在安眠药的作用下已经困得不行。古田和西原预感到今晚会有大事发生，所以没喝咖啡。宣告游戏结束后，香织上楼休息，安斋则换好衣服带着万五郎出了门。他平时都不会带着万五郎去小木屋的。然而今晚是怎么回事呢？古田正在看书，金泉在旁边睡得像头死猪。西原下楼表示香织已经睡着，安斋则一个人去了小木屋。今晚好像什么都不会发生，我们也赶紧休息吧。说完，古田也感觉是自己想多了，正准备上楼休息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万五郎不在房间里。古田看着狗窝，仔细思索着案件的来龙去脉。忽然间，他想明白了一切。随后画面来到小木屋里，安斋正在擦拭着手枪。古田开门走了进来。进屋后，古田脱掉大衣，对着安斋说道，自己是来阻止一起谋杀案的，同时这也是一起自杀案。听完，安斋瞬间傻眼了，询问他是怎么知道的。古田说出了自己的推测，今晚你打算开枪自杀，然后将自己的死陷害给你的妻子，你想一命抵一命，这就是你的谋杀计划。说完，古田接着表示自己是因为万五郎才想到的这个作案手法。万五郎他很明显被人训练过，以前的他根本不会这样做，现在他只要看到地上有布条，就会将布叼走藏到某个地方。古田推测今晚安斋会用布条包着手枪自杀，这样一来安斋的手上就不会有硝烟反应，硝烟反应残留在布条上。然而自杀过后，万五郎会将布条叼走藏起来，到时候警方来到现场经过检验，发现死者的手上没有硝烟反应，他们就会朝着谋杀案的方向去调查，而嫌疑最大的人就是死者的妻子香织。说完，古田从衣兜里拿出了一条披肩，正是香织卧室的那一条。古田表示这是他玩游戏时偷偷去香织的房间搜查到的，上面有一股火药味。香织今晚一个人在房间休息，没有不在场证明，而且有这条带有硝烟反应的披肩在他房间，到时候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最后香织就会因为谋杀亲夫而被逮捕。这就是你一手策划的自杀陷害计划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最后安斋承认了这一切。古田拿出那封传真的送信单，指着上面的字迹说道，虽然你刻意模仿了香织的笔记，但是写字的地方你没有选对，这些字写得歪歪扭扭的，一看就是在这张凹凸不平的桌子上写的。然而香织是不可能在自己的房间打出来这封信，然后又跑来这里填写送信单的。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。好了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最后古田开导着自己的小学同学，安斋也终于想开。本集在古田系列被大家称为是最特别的一集，作为走到哪哪就有命案发生的死神古田，他在这一集中挽救了2条人命。本期的视频结局还挺好的。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